电灯作为我们现在常用的照明工具，大家对它都不陌生，可大家知道吗？在19世纪，电灯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稀罕物，好多人连它的面都没见过。就连当时妖后慈禧对电灯也是一知半解，甚至第一次见到电灯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还成了一个不小的笑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慈禧说的那句话又是什么呢？19世纪，清政府因闭关锁国，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，导致国内的工业科技发展缓慢，在国外都用上电灯照明时，清政府还是在用油灯，差距不可谓不大。不过在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后，不少的清朝官员都接触到了外国的新科技，一些接受力强的官员还很快便运用上了这些高科技，其中便有电灯，比如洋务派官员李鸿章等。而李鸿章在使用过电灯后，对电灯十分满意，认为电灯不仅光源强劲，也没有油烟，比当时的蜡烛、油灯强100倍，便动了进献给慈禧的念头，好让慈禧支持洋务派官员。1888年，李鸿章找上了一个外国商人，以6200白银的巨款购买了一套电灯泡以及供电设备后，便打算找个良辰吉日送给慈禧。在李鸿章的心里，慈禧是一个很爱养玩意的人，比如照相机、火车等等，电灯也一定能得到她的喜爱，便兴高采烈地写了一封奏折给慈禧，说明了要进献一套电灯设备。一开始，慈禧看见李鸿章要给自己进献电灯时还是很高兴的，心里想着自己又要有一件洋玩意了。可当他知道如果要装电灯，就必须在宫里动工，拆掉一些建筑，安装供电设备时，一下就愤怒了，认为肆意拆卸祖宗留下的建筑有失风化，便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。见自己的建议没有通过，李鸿章虽然可惜，但也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劝慈禧回心转意，便将那一套电力设备退还给了外国商人。李鸿章被慈禧拒绝后，便熄灭了用电灯讨好慈禧的策略，一心扑在洋务运动上。但这时有一个人却不干了，这个人便是买给李鸿章电灯的外国商人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他的眼里只有钱，而如今好不容易卖出去一套电灯以及供电设备，可没等2天，电灯又被退了回来，而钱也被李鸿章给要了回去，等于自己白白的忙活了几天。这名外国商人自然不干，但他虽然来自外国，可毕竟只是一个商人，面对大权在握的李鸿章，也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只能自己吞下苦果。不过随着这名外国商人的一番打听，他知道了慈禧身边有一个非常受宠的太监，名叫李莲英，十分有本事。得知李莲英的名号后，这名外国商人又看到了希望，他托人请来了李莲英，好吃好喝的游玩几天后，便将电灯的事说了出来。而李莲英在收到外国商人的贿赂后，也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李莲英虽然是一个太监，但为人聪明机灵，知道慈禧已经明确拒绝了电灯安装，如果自己直接请求安装电灯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，因此他决定来一个先斩后奏。他把商人提供的一套供电设备和电灯悄悄地带进了宫里，没有让慈禧知道，又偷偷地派人在怡鸾殿修建了一个安装供电设备的地方，然后把电灯装满了整个怡鸾殿。之所以要装满整个怡鸾殿，是因为怡鸾殿太大，一个灯泡不能照亮整个宫殿，而李莲英为了能让慈禧感受到电灯的好处，便在整个怡鸾殿都装上了电灯，好让电灯亮起时，整个怡鸾殿能灯火通明。看着自己一手布置的怡鸾殿，李莲英心里充满了自豪。在他想来，就算慈禧下令了不准安装电灯，可当看见他的布置时也会高兴，说不准还会奖赏他。就在李莲英暗自欢喜时，慈禧也来到了怡鸾殿休息。看着慈禧一步步地走进怡鸾殿，李莲英内心已经在思考慈禧会怎么奖赏他了。可接下来慈禧的一句话却让他如坠冰窖。只见慈禧走进怡鸾殿，看见满屋的电灯后，脸一下就沉了下来，对着李莲英喝骂道：“你给怡鸾殿安上这么多各色的茄子做什么？”还在幻想的李莲英听到这句话，心里一慌，立马跪下来向慈禧请罪。见到李莲英认罪态度诚恳，慈禧的怒气也渐渐熄灭，便问起了茄子的事。而李莲英也不敢私自乱说，便把电灯的事说了出来。听到这些茄子是所谓的电灯后，慈禧来了一点兴趣，便下令让人打开电路，点亮电灯。随着慈禧的一声令下，怡鸾殿的电灯一下就亮了起来，各色各样的灯泡发出了不一样的灯光，把整个怡鸾殿都照得五彩斑斓，仿佛一片仙境。
慈禧虽然强势，但毕竟也是一个女子，看见了如此美丽的景象后，气也消了大半，开始欣赏这美景。在仔细询问了李莲英电灯的神奇后，慈禧也不再坚持所谓的有伤风化一事，不仅重赏了李莲英，还命令李莲英要小心维护好电灯。而慈禧也成为了整个大清皇宫内第一个使用电灯的人，而电灯也第一次在古老的故宫里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辉。在感受到电灯的便利后，慈禧就喜欢上了这个洋玩意儿，天天夜宿怡鸾殿。时间一久，慈禧已经不再满足于怡鸾殿一处有电灯，她想把整个皇宫都安装上电灯，特别是慈禧自己经常居住的宫殿，更是要安上一个又大又好的电灯。可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，国库紧张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银钱将整个皇宫都安上电灯。见此，慈禧也熄灭了整个皇宫都安上电灯的奢望，决定先给颐和园安上电灯，后面的宫殿打算逐步安上电灯。1889年，在慈禧的强烈要求下，海军衙门拿出了12000两白银，在外国人的手里购买了一套更大的发电设备和更多的电灯，安装在了颐和园耶律储财祠南侧，其功率之大，能给半个颐和园供电。为此，慈禧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电灯公所的衙门，专门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发电设施。在慈禧的带动下，整个皇宫也开始了掀起了一股安装电灯的浪潮。在此后几年，整个皇宫的主要宫殿基本上都安装了电灯，一到晚上便张灯结彩，整个皇宫亮如白昼。不过，慈禧并没有享受太久电灯带来的便利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，慈禧携带光绪帝仓皇出逃，过上了流浪的日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别说电灯，连蜡烛、油灯都是奢侈。等慈禧回到皇宫后，没过多久，她便和光绪帝双双毙命。不过，慈禧虽然去世，但电灯的安装却没有因为她的死亡而中断，而是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开始安装在整个皇宫。据统计，当时的皇宫每年都要拨出10几万两白银用于电灯设施，除了购买漂亮大气的吊灯外，其中 40% 的银钱都用来维护电灯设施。其中一些花大价钱购买的水晶吊灯，即使到现在依旧不落伍。而电灯因为技术的发展，在那个时候也逐渐流传到了一些富人之家，不再是皇宫的专属物品。不过平常人家依旧是一灯难求。时光荏苒，从慈禧第一次给皇宫安装电灯开始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。当时稀罕无比的电灯，如今也不过是寻常物件，早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，再也不是皇家特供了。不得不说，时代的发展是迅速和快捷的，像慈禧那样的笑话也不再会发生。